大家好，今天來分享一下我在制作索引筆記上面的一些小心得，希望能夠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所謂的索引筆記，它事實上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筆記，它並不含有實際的筆記內容，而是指向實際內容筆記的一個鏈接筆記。因此，在我們的索引筆記裡面，具有最大宗的其實就是其他筆記的鏈接，它就好像是圖書館裡面的索引卡。我們可以透過索引卡來找到實際要閱讀的書籍，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程式語言裡面的指標 pointer 或者是參考。索引筆記的用途有下面這幾個。第一個是列出相關內容的一個筆記清單，因此在索引筆記裡面會有所有我們寫過的筆記的內容的清單，也可以在索引筆記裡面做內容的分類，這樣子日後可以方便的來檢索。同時透過了索引筆記可以減少孤兒筆記的產生，從而把寫完的筆記但是卻被遺忘掉的狀況能夠降到最低。索引筆記的內容的制作，我在以前都是使用手動的方法，自己一個一個的來建立內部的鏈接。現在我也開始嘗試使用 Data View 來做索引筆記，透過 Data View 就可以讓它來做自動維護的功能。這個 Data View 我主要就是使用標籤來做分類，透過標籤的分類就可以形成不同分類的索引筆記。那以下就先來介紹一下人工建立索引的比較好的做法。人工建立索引筆記的方法，當然是隨着大家自己的一個操作習慣來運行的。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一個步驟會是，第一個，要建立所有新的筆記的時候，都必須開啟索引筆記。在索引筆記裡面，以內部鏈接的形式來添加新的鏈接。寫了內部鏈接以後，直接點擊它，透過這個點擊，讓 Obsidian 自動產生出需要的筆記。我們可以把這個動作，把它想象成是在執行登錄跟註冊的操作，也就是所有新的筆記都必須先打開索引筆記以後，在索引筆記裡面寫下內部鏈接，接着再透過內部鏈接來建立新的筆記。人工登錄的這個流程其實是需要比較高的自制力，你才可以達到比較好的運作的。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忘了先去索引筆記裡面新增新的筆記，就直接開啟了新的筆記開始來撰寫，或者是你記得但是確實沒有空去做登記，這樣子久了以後，就會有可能某一些新的筆記它就會變成是孤兒筆記了，沒有在任何的地方可以找到這一篇筆記，時日一久，它就徹底被遺忘了。最近我在嘗試的是直接使用 Data View 來形成索引，也就是在我的索引筆記裡面，我不會人工再去維護所有的鏈接，而是直接透過 Data View 來讀取在每一篇筆記裡面寫好的標籤，透過標籤來形成索引筆記。那麼在新的筆記裡面就要寫下將來可能會拿來做分類的標籤，這樣子到時候索引筆記就可以透過這些標籤來形成索引了。使用 Data View 來形成索引的好處有下面這幾個。第一個，我們不用額外再花時間在索引筆記裡面去登錄跟註冊新的筆記了，我們只要開啟好新的筆記，直接把需要的分類標籤給輸入進去，這樣子它就會自動形成索引了。第二個，因為這一個索引裡面要用的這個分類標籤是事先就已經決定好的，我們會很清楚的知道有哪一些標籤是要拿來當做分類用的，這樣子的結果也就是讓我們的標籤是會有一個已知的局限性，這樣子就可以減少標籤的一個發散的狀況，不會有標籤越來越多，多到你無從管理的一個窘境。第三個，可以有更有彈性的方法來查詢標籤，來組成更靈活的查詢條件。透過這一些標籤的條件，就可以形成自己需要的索引的分類了。而且這個索引的分類可以隨時依據你自己的需要，透過調整 Data View 的查詢來動態的做調整。因此你有新的分類，或者是兩個分類要合併成一個分類等等，都可以透過調整 Data View 的語法來輕鬆的達成。那這樣子形成的索引筆記就可以自動的來產生，也可以更加良好的達到檢索的一個功能。接着我來介紹一下我的索引筆記建立的一個方法。我為了要管理所有的索引筆記，因此我建了3個階層的索引筆記。第一個階層也就是大分類，名稱會把它叫做000-index。我所有的索引筆記都是使用 -index 來結尾，因為這樣子會比較好搜尋，而且我統一的都把它放在000-index 這個資料夾裡面，所有的索引檔全部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而不是散在每一個不同的資料夾裡。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將來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做查詢。第二類就是所謂的中分類，我會根據 PARA 的一個規則，把它分成是 Areas 跟 Resources 這2個中類，因為基本上會需要做索引管理的大項會是這2大類。在這2大類裡面，又會根據筆記的數量跟它的使用頻率來區分出小分類，這樣子我就會有大、中、小3個分類。下面這就是一個範例，第一層就是這個大分類000-index，在這一個000 index 裡面會列出儲存庫裡面所有的索引筆記，然後在中分類裡面就會含有所有這一個中分類裡面的所有其他的索引筆記跟其他的專案筆記、閱讀筆記等等等。那這樣子就是我索引的一個階層。為了讓 DataView 能夠很簡單的搜尋出索引筆記，因此所有的索引筆記都會帶有 index 這一個標籤。另外，我為了方便區分我每一個筆記不同的類型，所以我多了一個 type 這一個特性這個 property。那索引筆記的 type 呢會是 index， 透過這個 index 標籤或者是 index 的 type， 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出儲存庫裡面的所有的索引筆記了。那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大分類是要怎麼做查詢的。大分類它的檔名固定叫做000-index， 它主要是查出所有的索引筆記。我們使用 DataView 的語法是像下面這一個，我的資料來源是 index 這一個標籤，筆記類型也是 index， 而且我不要把000-index 也列出來。那只要做了 DataView 的這個語法查詢以後，它就會自動形成如下的 DataView 的表格。那透過這個表格就可以很快的再鏈接到其他的索引筆記。在欄位上面我做了一些小的調整，首先就是這個 aliases， 因為 aliases 它其實是一個陣列或者是清單，有可能你一個筆記裡面你定義了2個 alias， 這個時候我就用 join 的方法讓它做這個跳行的處理，項目符號的前面的那個點就不會出現了，而是每一行都會出現一行的一個代名。我的建檔日期，我只抓了最左邊的10個字元，也就是日期，時間我就沒有讓它顯示出來了。修改日期也是一樣 ，created 跟這個 modified 都是寫在 YAML 區裡面的欄位。那這個就是大分類的查詢，它顯示出來就是所有的索引筆記。這邊有一個建議就是我們在 DataView 的上面最好把你使用的資料來源跟查詢的條件都寫出來，那這樣子可以方便你很快就可以知道下面出現的 DataView 的表格到底是用什麼查詢條件給過濾出來的，這樣子可以少掉查看 DataView 語法的時間。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在我的000-index 的上面，在這個地方我就會把它的條件給寫出來。有了這個條件以後，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下面的表格到底是怎麼過濾出來的，也就不用再來點擊查看這個 DataView 的語法了。這是一個小小的建議。中分類也是一樣，但是它的檔名就會根據是 PARA 裡面的哪一層，它就會帶不同的代碼。比如說我 PARA 的第一層，這個 P 是100開頭，我就叫做100-index。那這個 Areas 我是200-index，Resources 呢是300-index。那它就是從井號 index 查詢出來的，而且要同時有這個井號 resources， 表示它這個是屬於資源類。這個我是使用300-index 來做一個範例。上面的這個 table 的欄名大概都跟上面一樣，不同的是這個 from 除了用井號 index 以外，還多加了一個 and 井號 resources， 也就是屬於 PARA 的 R 這一層的才會被過濾出來。後面這個 file.name 不等於 this.file.name 是把這個300井號 index 從表格裡面移除掉，因為它就是我目前正在看的這一篇筆記本身，我就不讓它顯示出來了。這個是中分類的一個語法的寫法。在中分類的索引筆記裡面，我另外會再多寫幾個 DataView， 會把不同的筆記類型全部都列出來，以免有遺漏。因為後面的這個小分類裡面會根據不同的筆記類型把專案筆記給列出來，為了怕分類的時候有疏漏掉，因此會在中分類裡面把所有的專案筆記全部列出來。也就是說，在中分類索引筆記裡面會有屬於這一個類型的所有的筆記，都會用另外一個表格把它給呈現出來。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範例。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個就是300-index，也就是 resources 的索引筆記。在這邊我就會把它區分成全部的索引筆記、全部的匯總筆記、全部的專案筆記跟全部的閱讀筆記。這邊這個匯總筆記其實就是我需要
每天去維護的一些常用的筆記，比如說我的 Java 的筆記等等，就是寫在這個匯總筆記裡面。下面這個就是一個 Data View， 它負責從井號 index 把所有的索引筆記都列出來，因此這個 resources 裡面的索引筆記有這麼多個，比如說有3C 類的、筆記工具類的、有筆記法類的、有寫作類的、有 AutoHotkey 類的等等等，這個就是所有的索引筆記。後面還會有所有的匯總筆記，就是我所有需要特別學習的一個內容，就會記錄在這個匯總筆記裡面。然後真正產出的這個文章或者是部落格的貼文，就會顯示在這個全部的專案筆記裡面。那後面這邊就是所有的閱讀筆記，我所有從雜誌上、網站上或是書籍閱讀到的一些內容，會把它記錄在閱讀筆記裡面。透過這個300-index，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這一些相關的筆記都全部列在這個索引筆記裡面，讓它不會有被遺忘掉的這個狀況。最後一個就是小分類的索引，它其實就是某一個經常在維護的主題。比如說我的專業是軟體開發，因此我的 areas 裡面呢就會有一個210-tools.index， 它代表的是開發工具的一個索引筆記。同時除了開發工具以外，我也有一些經常電腦使用上的一些其他的工具，我就會把它放在310-tools.index 裡面。這樣子就可以使用特定的標籤，比如說我需要去找出 tool 這個標籤，又可以把某一類的筆記給排除。它的這個寫法就是這個樣子，需要引入的某一個標籤就是直接寫標籤，不需要引入的標籤呢，前面記得加一個驚嘆號，這樣子就可以把有這3個組合的，但是我要排除 YouTube 跟 Windows 的，也就是其他的 tool 才需要在這個表格裡面出現。最後我的結論就是，其實我們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來撰寫 Data View 的查詢。隨着筆記的演進，我們可以動態的來調整需要的這一些查詢的語法。比如說你的專案在增加的時候，你可能就會有一些分類會從原來的這個分類裡面又被切割出來，或者是你有2個分類，因為它的筆記數量比較少，或者是閱讀的機會比較低，你可能就可以把它給合併起來。這一些都是可以隨着自己的需要來做動態調整。這個就是使用 Data View 來做索引筆記的一個很大的好處。使用 Data View 來建立索引筆記會有下面這幾個問題。到底你個人需不需要使用 Data View 來做索引筆記呢？你可以好好考慮一下這幾個問題，你是否都能夠接受。第一個就是如果你使用了 Data View 來當做你的索引筆記以後，那麼你的索引筆記將來就是只能在 Obsidian 裡面才能夠開啟了，因為別的筆記工具並沒有 Data View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可以來使用。因此如果你使用了 Data View， 你就會被 Obsidian 鎖定了。接着就是索引筆記跟索引筆記裡面使用到的筆記，它的反向鏈接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因此如果你也使用了 Strange New World 的這個外掛，它也沒有辦法在筆記的後面顯示參考的數字，因為它沒有辦法找到反向鏈接，因此某一篇筆記跟索引筆記中間的關聯，在關聯圖裡面也不會出現。還有在原始碼跟實際預覽編輯模式的時候， Data View 沒有辦法查詢到需要的資料，必須進入了閱讀模式以後才有辦法做搜尋，才能找到表格裡面的資料。來看一下在 Data View 下面如何來搜尋到資料。首先你要確定你目前是在閱讀模式，可以點擊右下角來檢查一下，目前其實是在實際預覽的模式下面，可以把它切換成 Reading， 也就是閱讀模式。當然你也可以點擊右上角的這個符號，讓它變成閱讀模式。出現閱讀模式以後，這個時候你才可以用 Ctrl+F 去找到你要搜尋的內容。比如說我打了 Java， 然後往下搜尋，這個時候才可以找到搜尋的內容。因此 Data View 記得必須進入閱讀模式才有辦法做搜尋。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使用標籤，然後再透過 Data View 的查詢來形成索引筆記。透過這樣的方法，索引筆記本身就能夠自動去自我維護了，不用人工再去手工的方法來建立索引筆記的內容。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使用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